公元前134年，汉武帝刘彻坐在未央宫里，面前是堆积如山的竹简奏章。这个年仅22岁的皇帝已经坐稳了皇位，平定了七国之乱的余波，国库日渐充盈，军队枕戈待旦。但他心里清楚，一个真正强大的帝国，光靠刀剑和钱粮是不够的。各地诸侯还在暗中培植势力，民间学派林立，各说各话，官员们来自不同的思想背景，治理理念互相打架。他需要一根主线，把整个帝国从思想到制度全部串起来。这时，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递上了他的答案。答案只有8个字：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这8个字听起来很霸道，像是一场文化大清洗，但真相远比这复杂，也远比这精妙。在董仲舒之前，汉朝初年流行的并不是儒家，而是黄老之学。黄老讲究清静无为，休养生息。这个策略在战后恢复期确实好用，不折腾，让百姓喘口气，经济自然复苏。但到了汉武帝时代，国家已经从活下去进入了强起来的阶段。北方匈奴虎视眈眈，内部诸侯尾大不掉，社会治理需要更积极、更系统、更有凝聚力的方案。黄老那一套少管闲事的哲学，已经撑不起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野心了。董仲舒看准了这一点，他在《天人三策》里对汉武帝说了一段话，大意是：现在天下学派太多，每家都有自己的主张，百姓不知道该信谁，官员不知道该听谁，法令改了又改，社会始终安定不下来。一个国家的思想如果不统一，就像一座房子没有地基，迟早要塌。汉武帝被说动了，但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首先要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，这句话不等于焚烧诸子百家的书，不等于把法家、道家、墨家的信徒统统抓起来。真实的情况是，董仲舒提议的是从制度层面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，具体做法有3条。第一条，教育统一。朝廷设立5经博士，在太学里只教授儒家的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5部经典。不是说其他学派的书不能读，而是官方教育体系里不再有他们的位置。这就好比全国所有公立学校统一了教材，你想接受国家认可的正式教育，就学儒家的东西。第2条，选官统一。做官的门槛被悄悄地绑上了儒家标准，朝廷要求地方向中央推荐贤良文学之士，而贤良和文学的评价标准，就是你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和道德实践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：想当官，学儒学；学儒学，做儒生；做儒生，走正道。这条通道一开，天下读书人自然向儒家靠拢，其他学派的影响力不攻自消。第3条，伦理统一。董仲舒把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、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上升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。这些规范不再只是某个学派的观点，而成了国家认可、朝廷推崇、人人应当遵守的社会公约。从家庭到朝廷，从日常交往到国家治理，儒家伦理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这3条加在一起，效果是惊人的。儒家从先秦诸子中的普通一员，一跃成为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。它不是靠暴力消灭对手，而是靠制度设计让自己成为唯一的赛道。你不需要禁止法家，只要让法家的人做不了官，法家自然就退场了。你不需要焚烧道家经典，只要太学不教，考试不考，道家的影响力就慢慢稀释了。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博弈，不是消灭你的声音，而是让整个社会只听一种声音。从汉武帝之后，这套模式被历代王朝继承和强化，太学规模不断扩大，儒学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内容，读书人的晋升之阶和儒家牢牢绑定，这一绑定就是2000年。中国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士大夫阶层，一群以儒家经典为精神底色，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的读书人。他们充当了帝国治理的中坚力量，也成了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。你可以说，没有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就没有后来中国那套完整的文官制度和深厚的文化认同。但硬币总有另一面，当儒家一家独大，学术的多元生态就被打破了。
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的思想活力，在独尊儒术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墨家的逻辑学和科学萌芽消散了，名家的思辨哲学失传了。法家虽然在实际治理中仍然被悄悄使用，但已经拿不上台面，被压缩成了外儒内法中的那个内。中国思想的基因库在某种意义上被单一化了。另一层代价更为深远，当儒家经典成为仕途的敲门砖，读书的动机就不可避免地功利化了。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好手穷经的风气，多少聪明人一生都在注解、背诵、阐发古人的只言片语，而不是提出新的思想，挑战旧的权威。思想的源头被截断了，后来的人只能在既定的河道里流淌。但这种批评也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看。在公元前2世纪那个时间点上，一个幅员辽阔、多民族共存、诸侯蠢蠢欲动的帝国，最重要的是稳定和统一。思想上的百花齐放是奢侈品，生存和整合才是刚需。董仲舒和汉武帝选择了后者，用思想的统一换来了国家的凝聚。这一笔交易划不划算，取决于你站在哪个时间尺度上看。站在2000年的尺度上看，儒家价值观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。你从小被教要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，这是儒家的；你相信做人要讲仁义礼智信，这是儒家的；你觉得为政者应该以德服人，而不是以利服人，这也是儒家的。这些观念已经不是某个学派的标签，而成了中国人这个身份的一部分。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这8个字，表面上看是一次文化上的收缩，本质上却是一次文明框架的搭建。它终结了百家争鸣的混乱，也开启了一条延续2000年的文化主线。它带来的统一和稳定，让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。它造成的单一和僵化，也让后来的中国人付出了长久的代价。但无论如何，当你在今天理所当然地说出仁义道德、家国天下、大一统这些词的时候，你其实都在回应那8个字在2000年前敲下的回音。那回音走到今天，已经变成了我们文化骨骼里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